苏玉，可还有什么遗言？苏某掌管御膳房30载，过手御宴4000余转，无一味欺瞒，无一盘拙食。陛下却让我用罂粟壳提鲜，这才苏某不做。放肆！这世上的一切是万岁爷说了算。来人，关下去！醒了，低血糖加极度劳累引发的休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周御膳房掌印总管苏玉。苏玉是吧？24岁，自己开小饭馆的，看来是真累出幻觉了。水刮完了就能走，单子结一下。现在的年轻人为了个破产的店，连命都不要。既然老天让苏某换了副躯壳活下来，当务之急无柴无炭，这火眼又被铁皮封死，这要如何生火做饭？小玉，记住，咱们苏家的菜靠的就是这口锅气。爷爷，对面极速味达今天又搞9.9元秒杀，咱们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了，房租已经欠了3个月了。原来如此，借气生火，通电化冰，好精巧的机关盗物。原来在这个时代，人们为了所谓的效率和利润，竟然可以将食材提前大半个月煮熟，封进不见天日的塑料袋子里。食客点餐时不需要火候，不需要刀工，甚至不需要洗菜，只需用那个叫微波炉的铁盒子加热，便能堂而皇之地端上饭桌。有这等稳定的琉璃明火，火候的掌控便能分毫不差。从今日起，苏某的案板上再无此等秽物。哼哼，刚从医院出来就不消停。苏老板，时代变了，这东西工厂流水线出来的，成本1块8，微波炉转3分钟，装盘就能卖28。你呢？天天凌晨3点起来熬大骨汤，熬得连煤气费都交不起了。老子1勺味达泰奶，搅拌均匀，我再来1勺香精粉，最后我再加上1勺牛骨汤膏，这小味儿嘎一下就上来了。奶白汤鲜味儿美。苏老板啊，我这科技与狠活，成本低，味道好，效率快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赶紧把字签了，拿钱走人，别给自己找不痛快。这位阁下，你拿1包猪食，也敢妄称膳食？猪食，这叫工业标准化，这叫效率。你那套老掉牙的手艺，在这个讲求速度的时代，你如何活下去？老板，还有热汤吗？随便什么都行。刚加完大夜班，胃疼的受不了。外卖软件上全是用料理团队出来的东西，我实在吃吐了。哎呦，美女，大半夜喝什么清汤寡水啊？来我们对面极速味达3分钟出餐，佛跳羊花椒、素鹅鸡什么都有，又快又香。不用了，我一闻到那种浓缩的工业香精味就反胃，我就想喝口干净的、有造火气的热汤。装什么清高？他家连煤气费都欠着，拿什么给你做热汤？拿他那张嘴吗？姑娘稍等片刻，很快就好。你在自己手上切豆腐，你不要命了？心火过摄，脾胃虚寒。这碗水面芙蓉不加任何香辛料，只取酥豆本味，慢用。这豆腐是甜的，这豆腐这是我奶奶小时候在乡下给我做的味道，我好久没有吃到过这样的食物了。阁下听好，只要我苏玉还在这灶台前站1天，
这天下食客的口腹，就容不得你们这些料理包来糊弄。滚！大周御膳房苏某守了30年，这一世，这间小庙，苏某也替你守着。老板，我这大半年都没吃过这么入味的东西了，多少钱？1块嫩豆腐，1撮粗盐，看着给便可。谢谢。300块，300块本钱，够了。3公里外的早市，卖活禽的，卖鲜菜的，记忆里是这么说的。走。3只，现杀。这个味道，对了。急速出餐，无需等待。全场盖饭一律19块9，不用排队，进门就吃。新鲜荷叶，不可以用干荷叶泡发，干荷叶的香气已经没了。从揉料、裹泥到火候把控，需耗时近2个时辰，1分不能多，1分不能少。等会儿，这什么味儿？怎么这么香？这味道不对，不是你们家这股调料味儿，这像是在炖土鸡。哎呦喂，这谁家在做饭？香得我直咽口水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去哪儿看？等等我。古法香风味鸡。老板，这鸡怎么卖？费工费火，1日只出3只，280元，拒绝还价。280呀，这可是小半个月的午饭钱。前面的买不买啊？不买让开！闻着香味谁顶得住啊？老板，对接1只手撕烤鸡才39块9，还送1瓶可乐，您这价格差了10倍啊！就是，这也太贵了。我在超市买1只烤鸡才25，小伙子，你是不是想宰客啊？大伙儿听见了吧？280，这不是明摆着宰客吗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餐饮讲究的是标准化、供应链。我们极速味达能把价格到39块9，那是因为中央厨房集中采购，工业化生产。他在这故弄玄虚，搞什么烤鸡？你爸就是想骗你们的钱。你那39块9的白羽鸡，孵化到出栏不过40天，在冰柜里不知冻了几个月，连着塑料袋在铁盒子里转上2圈，便端给食客。我这鸡是今早去活禽市场亲手挑的跑山3黄鸡，鸡肚子里是当季的冬笋尖和厚肉香菇，外头包的是新采的鲜荷叶。从揉料、裹泥到火候把控，耗时近2个时辰，1分51分金，嫌贵便去吃那39块9的速成之物，这买卖不强求。活禽单价60，冬笋和野生香菇成本30，加上2个小时的纯手工火候把控，人工成本至少折合40元1小时。280，貌似也挺合理。前调是黄酒的醇，中调是鸡皮脂肪在密闭环境里被逼出的焦香，后调是荷叶的清苦和香菇的木质香，没有工业味，没有乙基妹嘎素的焦糖香精，全是食材本身的味道。哟，美女，网红探店是吧？也得讲点常识吧？就这香味飘了整整1条街，谁信啊？不加1滴香或者增香剂，天然食材能香成这样，你们信吗？这位探店博主，你是不是收了钱来胡乱推广的吧？鸡肉嫩而不散，骨头里透着鲜。老板，你真的一点添加剂都没放？好食材若用那种化学粉末调鲜，便是暴殄天物。这股鲜味借的是冬笋的脆，香菇的厚，再用粗盐逼出原汁，仅此而已。这只我要了，扫码。老板，给我也留1只，大不了这周不去洗脚了。最后1只给我刚出院，正愁没地方补身子，这鸡闻着就比医院营养科那汤强100倍。老板，你这鸡1天就做3只，有钱都不赚啊！
这不是跟钱过不去吗？后厨就苏某一双手，精力有限，卖完即止。诸位明日请早。苏老板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林之夏，前食品大厂研发员，现在做独立探定评测。我以前在大厂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怎么用最便宜的添加剂模拟出真实的食物味道。牛肉1斤模拟牛肉，焦糖色模拟酱油，成本压到真材实料的1/10，味道还更浓、更香、更让人上瘾。我受够了那种欺骗，所以辞职了。对面那家店正在用绝对的低价和料理盒抢占市场，劣币驱逐良币，这是食品行业的经典死局。你今天能卖出3只鸡，是因为香气留住了人，但如果他们明天推出更便宜的套餐呢？你这种纯手工的小店成本太高，迟早会被他们的规模化拖垮。姑娘想说什么，直说无妨。我想把你今天做菜的过程，还有食客最真实的反应，剪成视频发出去。我们合作，让更多人知道真正的食物。你有手艺，我有传播的渠道，怎么样？好。苏老板，久仰，我是极速味达的 CEO 赵崇明，今天来是想跟你谈笔双赢的买卖。吃面还是吃饭？若不点菜，不要挡着上菜的路。苏老板，打开天窗说凉话。林小姐拍的视频我看过了，那只鸡的噱头很好，我出50万买你这只古法香风鸡的完整配方。苏老板，50万够你关掉这个小破店，去开个干干净净的大饭店了。以后也不用再闻着油烟，不用在凌晨3点起来熬汤，如何？赵总，您这算盘打得够精的。拿走配方，交到您的中央厨房，提取出香精参数，做成低价成本的冷冻料理包，然后再贴上苏记古法的标签，卖给全国加盟商。这50万，您半个月就能回本吧？林小姐果然是内行人。没错，商业的本质就是规模化。手工再好，一天能做几只？苏老板，把配方卖给我，我的工厂能让你的鸡一天卖出10万份。你拿着50万去换个像样的地方，不比在这切肉强。50万，你想买什么？买我切配的刀工，还是买我控火的眼力？这世上的肉有老有嫩，这天下的柴有湿有干，这每日的天气有寒有暖。同样的香料比例，同样的烘烤时辰，昨日做出来是珍馐，今日做出来可能就是败柳。做菜靠的是厨子顺应天时物候，靠的是这双手对食材的敬畏。你想用几台铁皮箱子去框住这千变万化的人间烟火？苏老板，手艺人的情怀在我们面前一文不值。你一天卖3只鸡，连这个月的房租都凑不够。既然你敬酒不吃，那咱们就按商场的规矩来。我敢保证，从明天开始，这江征市的农贸市场，没有人敢再卖给你哪怕一片烂叶子。苏老板，明天要是断了吹，这50万的报价可就得打个1折了。赵老板，你有你那套预制菜的方式，我有我的方式，咱们各凭本事。不过苏某奉劝你一句，算盘打得再精又如何？玩弄口腹之欲者，迟早反噬其身。你那套断人粮草的把戏，尽可使来。你真的不怕？赵崇明在江州餐饮界的手腕，我做过调查，他说要封锁供应链，不是吓唬人的。明天早上去菜市场，可能真的什么都买不到。食材的事不必担心，这天下能长出好菜好肉的地方，不止江州这一座城。当年在御膳房，食材靠的是天下进贡，路断了换驿站，河封了走海运，活人还能被一口锅憋死。苏老板，今儿个对不住了，您去别家看看吧。李哥，平时你要的价我从没还过，今天连一块前腿肉都不肯卖。苏老板，真不是钱的事儿，对面极速味达的赵总放话了，谁要是敢给苏记供货，以后就别想在江州餐饮圈混了。大家都拖家带口的，您别为难我们了，快走吧。苏老板，听见没？在这个时代，光有手艺算个屁。赵总一句话，
你连一片菜叶子都买不到。你想干什么？大庭广众，你敢动手？苏某这双手能雕龙刻凤，能掌火烹鲜，但若遇到死皮赖脸的恶犬，也知道该怎么打断他的脊梁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天下的市场是不是都姓赵？你少在这儿虚张声势！全江州的批发商我都打过招呼了，我看你今天去哪儿弄食材？你今天要能买到一片带土的菜叶子，我王字倒着写。哎呦，你没长眼睛啊！苏老板，上车。林之夏，你别白费心机了，只要是在江州的地界，你们去哪家农贸市场结果都一样。是吗？那咱们就试试。出了江州的地界，你们赵总的手还够不够长？苏老板，敢不敢跟我跑一趟？多谢林姑娘解围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300公里外的苍蟒山，那里有江州周边最好的原生态农业合作社，散养的跑山猪，吃山泉野果长大的走地鸡，不用化肥的蔬菜。赵长明以为封锁了江州就能掐死你的供应链，他的眼界也就江州这1亩3分地了。滚！带着你们的合同滚出去！韩大牛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赵总发话了，你不签这份独家垄断协议，以后你这苍蟒山的货休想踏进江州市半步。让我喂猪吃激素饲料，那还是苍蟒山的猪吗？我韩大牛就算把猪全烂在山里，也不受这份鸟气。韩老板，既然你不卖给他们，不如跟我们合作。这位是苏记小炒的苏老板，我们需要你这儿最顶级的跑山猪和走地鸡，按你的市价走，绝不压价。林妹子，在商言商，你们一个街边小饭馆，一天能吃下多少货？撑死30-50斤吧。我不怕得罪赵崇明，那玩意儿我早就想骂了，但我得算经济账。为了你这几十斤货，我每天派一辆冷链车跑300公里去江州，油费呢？人工呢？过路费呢？我这是做生意，不是做慈善。你这单不划算。韩老板的账算得很精，但眼光却窄了些。你说什么？你手里的猪和鸡是难得的良才美质，卖给赵长明不过是被机器打成肉泥，混进工业流水线上的垃圾。而交给我，我会让苍蟒山猪这5个字成为江州餐饮界的一块金字招牌。只要牌子打响，江州那些吃腻了预制菜的好吃狗们定会追崇我这口肉。你说的倒好听，画大饼谁不会？你说能打响招牌就能打响，我凭什么信你一个小饭馆的厨子？借你半斤五花肉，借你一口锅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底气。尝尝，如果这口肉不能让江州市的好吃狗们掏钱，我立刻走人。干了！就冲你这手艺，我这把算是押宝了。韩老板，我按你的市价照单全收。除此之外，这道菜每卖出1份，我再抽1成纯利给你。你说什么？再加1成纯利？我要的是你的独家特供。从今天起，苍蟒山的好肉只留给我苏记。成交！你这兄弟我交定了。这厨子说不定真能把我这猪卖出金子价。再分1成纯利给他，你会不会太吃亏了？成大事者不立重金，有了这等好肉好枪，明日对接的极速卫达就该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降维打击了。赵总，苏玉跟着林之夏那女人去了苍蟒山，那边有个原土生坏合作社，老板叫韩大牛，是个油盐不进的硬骨头。咱们的采购部之前去谈过，没拿下来。有货源是第1步，有客人是第2步，有能力把饭菜端上桌是第3步。下一步棋不是封锁货源，
是直接把他的饭碗掀翻。明天中午，我要让苏记门口上演一出好戏。好肉，皮厚3分，肥瘦5层，做东坡肉就该用这样的料。苏老板，你真打算今天硬刚？赵崇明这是要把你往死里逼，19块9，这价格连买生肉都不够，他摆明了就是要用亏本价吸干这条街的客聊。你的东坡肉打算卖多少？188一份。188，对面19块9，10倍价差。你用什么东西能说服食客多掏10倍的钱？就靠古法2个字。不是用话，而是用肉，用火候，用味道。真正的琥珀色，靠的不是焦糖色老抽，是这火候与冰糖熬出的糖色。剩下的交给时间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极速味达今日全场特惠，红烧肉盲盒套餐要19块9，3分钟出餐，进门就吃，无需排队，无需排队。大家看看，188，一份红烧肉，这苏老板是不是穷疯了？188吃碗红烧肉，谁脑子有病才去？走，咱们就在极速味达吃，19块9管饱。这是香精，肯定是香精。这味不对，我奶奶以前过年炖的土猪肉，不比那个还要香10倍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份188的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有这么香。我花钱是为了吃饭，不是为了吃你那全是防腐剂的工业垃圾。闻着这味儿，就算280我也掏。喂，你们干什么？他那儿卖188，那是宰客，我们的才19块9，19块9啊！滚一边去！你那19块9连猪食都不如。慢用。好吃，太特么好吃了，还是人吃得出的东西，这才叫肉。老板，再给我打包2份，我要带回去给我老婆尝尝。对不起，每人限购1份，下一位。你们快来看，这家东坡肉绝了，比我妈做的还好吃100倍，比我姥姥做的还好吃。今日已售罄，诸位明日请走。赵总，出事了！姓苏的弄了个什么古法东坡肉，把我们的客人都抢光了，连19块9的低价都没人理了。慌什么？活禽鲜肉没有定点屠宰的检疫票，那是黑市上的私肉，他生意越好，死得越快。我已经让相关部门的人出发了。王经理，准备一下直播设备。今天中午，我要全江州的人眼睁睁看着苏记小抄被贴上封条。哎呦，我的肚子疼死我了！这肉有毒，大家别吃了！这黑心老板用病死猪肉害人啊！现在家人们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拒绝标准化预制菜，非要搞什么手工古法的下场。使用毫无安全保障的黑市肉，没有检疫，没有消毒，现在吃出人命了。大家以后千万不要来这种3无小店吃饭。同志，就是这家店。我接到内部员工举报，这家店的老板为了降低成本，去黑市采购未经检疫的私宰肉。你们看，受害者就在里面。所有人放下碗筷，老板在哪里？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现在要对你店内的食材来源进行突击检查，如果确认是食物中毒，立刻查封。怪不得那么香，肯定是加了什么东西。不会是死猪肉吧？我刚吃完整整1碗，会不会有事啊？病死猪，食物中毒。哎呦，你干什么？打人了！执法同志，你看见了吧？他打人！卖相平稳，毫无滞色，你哪来的狡兔？
且不说我这东坡肉你才咽下去不到3分钟，肉还在胃里打转，根本不可能引发急性肠道痉挛。单说你这一身做法的把戏，就拙劣的可笑。你胡说！我就是吃了你的肉才疼的。你额头上的汗，是进门前抹的生姜汁催出来的吧？刚才你一开口，满嘴的腥臭味，那股腥不是猪肉的腥，是海鲜的腥。如果苏某没猜错，你1个时辰前刚吃了一盘极其不新鲜的海鲜，现在胃里确实翻江倒海，却硬生生跑来我这里碰瓷。你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是不是血口喷人？送去医院洗个胃，查查呕吐液，便一清二楚。这位同志，这人并非吃我店里的肉中毒。至于说我用黑市肉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！赵总，您刚才说什么来着？黑市肉，司徒烂仔。您是分不清有机和黑市，还是觉得所有人都跟您一样，只会用香精和防腐剂糊弄人？手续齐全，检疫合格，直供来源清晰可查，不是私宰肉。站起来！涉嫌敲诈勒索和扰乱市场秩序，马上跟我回所里一趟。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是那个拿手机的人给了我500块钱，让我装肚子疼，说只要演得像就再加500。我是第一次，真的是第一次！搞半天是你们自己雇人碰瓷儿，真恶心啊！拍下来了，让全国人民看看极速卫达的吃相！录屏了，马上发到网上。极速卫达吃相也太看了吧！竞争不过人家就玩这种下三滥，取关，你去。你在搞什么名堂？你竟然背着公司干出这种龌龊事！极速卫达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赵总，这明明是你让我……苏老板，食材来源没问题，恶意碰瓷也查清了。不过后厨卫生，我们也需要例行检查一下。请随时恭候。大家放心吃，我干这行10几年，检查过上百家高档餐厅，这家店的后厨是唯一一个让我无话可说的。生熟干板严格分离，刀具精准分类，地面连一滴油水都没有，这卫生标准是非常干净的，这才是真正的业界良心。赵老板，苏某奉劝你一句，玩弄阴谋者必死于阴谋。你那几台破铁匣子封不住我这口锅的火气，请回吧，别在这儿脏了食客们的眼睛。老板冲你这人品和卫生，明天还做东坡肉不？我带我全公司来。明早6点开灶，限50份，先到先得。那场碰瓷闹剧，最终以极速未带名誉扫地，王经理被带走调查而草草收场。直播间里的录屏被网友疯传，隔着屏幕都能让人疯狂咽口水的东坡肉，彻底引爆了江州的吃货圈。连续3天，苏记小炒的门槛几乎被踏破。5万，苏玉，除去韩大牛那边的食材成本和水电，我们这3天足足赚了5万块纯利润。先把欠人的房租费结了吧。小苏，听说你这几天傍上大款，生意起死回生了。那既然赚钱了，这拖欠了3个月的房租加水电，一共2万4，是不是该结清了？要是再拖，明天我可真叫人来收铺子了。2万4，结清之前的欠款，另外2万4是接下来半年的租金。劳烦刘老板重签一份契约。好嘞，苏老板真是爽快人，以后有什么需要修缮的，苏老板随时打招呼。手腕吃不消了。极速卫达虽然暂时消停了，但以赵重营的阴狠性格，肯定还会反扑。我们现在的客流量，你一个人根本撑不住。确实到了该找帮手的时候了。那明天我在网上发个高薪招聘启事，招几个有经验的大酒楼副主厨过来打下手。不可，外面那些所谓的大厨早就被工业味精和快捷调料腌入了味，他们习惯了用1勺高汤精去代替3小时的慢熬。这种人改不掉骨子的急功近利，来了只会脏了我的案板。苏老板，我叫张龙，这是我兄弟赵虎。我们哥俩在对面的大酒楼干过5年掌勺，刀工一流，闭着眼睛都能颠勺。您这交给我们准没错。苏记面试只有一道题，不用任何切菜机器，凭手里的刀把土豆切成丝。切个土豆丝，
这也太老套了吧！这叫大刀阔斧，讲究的是出餐效率。手速尚可，但心浮气躁，切丝粗细不匀，下锅受热便会生熟不一。不过看在你们握刀够稳的份上，暂且留下试用。但记住，在我的后厨，必须守我的规矩。老板，我叫小雅，我干了3年配菜员。上家店的主厨嫌我手工切菜太慢，逼我用机器。我觉得机器切出来的菜炒出来没灵魂。听说您这里全是纯手工，我就来试试。苏老板，我叫阿飞，在城北的酒楼做了4年帮厨。上个星期，我把主厨加了牛肉姜精的高汤全倒了。我说靠那些粉末骗客人没良心，主厨骂我死脑筋，把我开除了。我妈还在医院等着做手术，我极其需要这份工作，但我阿飞这辈子绝不学那种做假菜的厨子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还能守着这口真气的年轻人，太难得了。刀工可以练，火候可以熬，唯独这颗敬畏食材的良心，千金难买。从今天起，你们4个留下。这锅汤是用来吊明日清炖狮子头底汤的。阿飞、小雅，你们2个留下来看火，随时4撇去浮沫。张龙、赵虎，你们把明天的葱姜蒜备好。这锅汤必须足足熬满6个小时，少1分都不行。师傅放心，我一定寸步不离的守着。我出去一趟，去和韩老板对一下明天的活勤账单，守好我的规矩。6个小时，那就是要熬到半夜1点。这老板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1个月就给8000块钱，还真把自己当米其林大厨了，天天在这熬鹰呢。就是。对面的极速味达人家厨师7点准时下班，咱们天天在这守着个破汤桶。我说阿飞，你也是个死脑筋，真打算在这熬到半夜啊？师傅说了，这汤得靠时间把骨髓里的精华一点点逼出来，火候不到，汤就没魂。魂个屁！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？张哥，你想干什么？师傅面试的时候就扬铃禁止过，后厨绝不能出现任何工业增香剂。小丫头片子懂什么？这叫效率。现在这社会，大家吃饭图的就是个嘴里有味儿。这一勺高汤膏下去，再滴一滴香精，10分钟就能熬出跟大酒店一样的奶白浓汤，香味比它熬6个小时还浓，谁吃得出来真假？张龙，你敢往师傅的汤里加这种工业调味品试试？这就是在砸苏记的招牌！你撒手！你小子少在这假清高！你妈还在医院等着手术费呢，你把自己熬垮了，谁管他？今天这汤我加定了，加完大家8点准时下班回家睡觉，明天跟老板就说是熬好的。不行！只要我还在后厨，谁也别想动这锅汤。张哥，别跟他废话，赶紧滴进去，加完咱们就走人。趁我不在，往我的高汤里加这种龌龊之物，你们2个把我的规矩当耳旁风了。苏老板，我们就是想提高一下出餐效率。效率？用这种欺瞒食客口腹的下作手段换你所谓的效率？苏毅，你少在这儿装清高！全江州的大酒楼哪个不用这些东西提鲜？现在是快节奏时代，你非要守着那套老规矩，纯粹是死脑筋！不用这些添加剂，你出餐那么慢，迟早被对面极速味达干倒闭。会不会倒闭，轮不到你来操心。既然你们觉得这满是添加剂的捷径才是正道，那苏记这尊庙容不下你们这2尊大佛。结清这2天的工钱，马上给我滚出后厨！滚就滚！你以为我们稀罕待在这个破地方熬大夜？赵虎，我们走！姓苏的，你等着！就你这种不懂变通的老顽固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几时！师傅，对不起，我差点没护住这锅汤。这世上最难熬的不是火候，而是诱惑。张龙他们走的是死胡同，而你们守住了一个手艺人最干净的底线。阿飞、小雅，洗手，站到我旁边来。今天我亲自教你们什么才叫真正的高汤吊鲜。刚才张龙说，外面的酒楼喜欢用高汤膏把汤兑成奶白色，食客便以为那是好汤，简直荒谬。真正的高汤追求的是清澈见底，味浓如胶，大道至简，最高级的味道绝不是糊弄人眼睛的白汤。看好了，这叫扫汤。这汤怎么像白开水一样清，却这么香？这便是古法开水白菜的底汤吊法，尝尝。师傅，这是我喝过最香的汤。既然叫一声师傅，这门手艺我便倾囊相授。刀工可以速成，但这份敬畏心你得用一辈子去守。收拾一下，下班吧。喂，大姑。阿飞，你快来市第一医院，你妈突然晕倒了，医生说病情恶，必须马上做换肾手术。医院让准备20万的手术费，今天交不上钱，人就保不住了。
20万，我马上来。苏大哥，阿飞接了个电话，眼泪都掉下来了，什么都没说就往外跑，是不是出事了？他是个稳重的人，不是天塌下来不会扔下刀。你在这儿看着火，我去看看。妈，我来了，你撑住！老周，我阿飞，我妈住院，需要手术费，多少都行，能不能借我一点？下个月发了工资就还你。阿飞，不是哥不帮你，我这也刚交完房租，手上真没有余钱，要不你问问别人。拿什么救我妈？我拿什么救啊？哟，这不是苏大厨的高徒阿飞兄弟吗？你们想干什么？阿飞，你是个孝子，赵总最欣赏的就是你这种重情重义的人。这里是20万现金，只要你点点头，这钱现在就是你的。你母亲马上就能进手术室。你们会这么好心？你们想要什么？我要苏玉古把东坡肉、清炖狮头，还有他所有核心菜品的配方、香料克数、火候、高汤调化，全部参数。你们想偷师傅的秘方？阿飞这辈子就算死也不会出卖师傅。出卖？阿飞，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这叫资源共享，这叫互利共赢。你在苏记一个月能挣多少？8000，就算你不吃不喝攒3年，也凑不够这20万。你所谓的骨气，能换来你母亲的命吗？苏玉那套假清高的规矩，能替你交手术费吗？阿飞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只要你把那几张纸的配方写给我，拿着钱救你母亲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既然叫我一声师傅，这门手艺我便倾囊相授。不行！34床病人家属呢？34床病人家属，赶紧去交费！病人等不了了，再拖就来不及了。你还有10分钟考虑，10分钟后我会把钱带走，到时候你就去太平间里守着你那份所谓的匠人底线，给你母亲尽孝吧。阿飞，这份对食物的敬畏心，你得用一辈子去守。我写，把钱给我，我把配方全部写给你们。师傅，对不起，家里有急事，我回老家了，不干了。师傅，阿飞哥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他昨天接了个电话就跑了，我怎么喊他都不回头。他选择了他的路，我们继续做菜。大家听好了，100%复刻对接的古法东坡肉和清炖狮子头，同样的香料比例，同样的熬制时间，对接卖188。我们凭借强大的工业化流水线，把价格打到了39块9。今天进店再打半价，只要19块9，19块9。香料克数、火候转换、高汤里加了几只老母鸡，全写得一清二楚。苏记除了阿飞，没人知道这些数据。是阿飞哥，他出卖了师傅，不可能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什么古法不古法，还不是被我们复刻了？高压锅炖完直接冷冻，快捷又方便。工业化最大的优势，不是成本低，是复制速度。你做1份的时间，我能做1万份。我去找阿飞，我知道他妈在哪个医院，我要当面问清楚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不必去，他的心已经拿定了主意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极速卫达用你的配方把价格压到19块9，我们怎么竞争？他赵茂明以为买通一个学徒，偷走一张写满克数的废纸，就能偷走苏某的厨艺。做菜讲究因材施教，顺应天时，死记硬背的配方做出来的永远是没有灵魂的死物。他能用铁箱子复刻炖肉，那我今天倒要看看他的流水线能不能复刻我手里这道菜。今日上星失传古菜牡丹鱼片，
这道菜必须现杀现片现，离开水面超过1盏茶，肉质便发柴变腥；冰冻超过1炷香，鲜味便彻底死绝。他的预制菜工厂拿什么来复刻这口炉鲜？这一世要让世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味。苏老板有新菜，多少年我都吃，入口即化，太好吃了！288花的值，太值了！呸，这什么玩意儿？闻着挺香，吃进去一股防腐剂的姜怪味儿。这肉肯定是冻了很久的僵尸肉，就是便宜没好货。走走走，去对接看看苏老板今天做什么。赵总，不好了，东坡肉低价战失败了。客人他都嫌咱们的肉难吃，而且那个姓苏的今天换菜单了，他搞了个什么牡丹鱼片，现杀现片，刀工绝了。咱们这怎么抄啊？慌什么？一道破鱼片而已，真以为能翻天？现杀现做，他一天累死能做几份？既然他卖鱼，那我们就用工业化的方式，彻底把鱼的价格打下来。可是赵总，那鱼片对刀工和新鲜度要求太高了，咱们中央厨房要是提前切好冻上，解冻之后肉就全碎了，而且腥味根本压不住啊！蠢货，去进最便宜的冷冻巴萨鱼片，用保水剂和嫩肉粉给我死死的腌，切不出那个花样就用机器压模，腥味压不住就给我加重口味的麻辣香精，把包装给我换成苏式牡丹鱼片，明天全城连锁店铺货，售价19.9块。我倒要看看，在19.9块的绝对低价面前，他那228的手能活过几天？重磅回馈，极速味达攻克手工名材壁垒，苏式麻辣牡丹鱼片今日全线上新，不要288，只要19.9块，19.9，吃绝世名菜。师傅，他们也太不要脸了！牡丹鱼片明明是清汤团烫，吃个鲜味，他们不仅搞预制，还弄成了麻辣味，这不是糟蹋东西吗？无本是真的巴沙鱼代替草鱼，用保水剂强行制造嫩滑的假虾，用重度化学辣椒精掩盖死鱼的腥臭。他们这不是在做菜，是在给自己挖坟。看戏吧。水，给我水！这是给人吃的吗？鱼肉是烂的，辣的烧心，吃一口我胃都绞痛了。就是，这鱼根本就不新鲜。什么牡丹鱼片？这不就是几块包邮的劣质冷冻巴生鱼吧？挂羊头卖肉！退钱！太恶心了，我吃完只恶心想吐。大家别激动，19.9块的东西，您还想吃出海鲜大餐的感觉吗？这叫工业标准化，标准你大爷！这就是我换来的东西。哟，这不是阿飞兄弟吗？怎么跑来视察你配方的投产情况了？你们换了肉，师傅的配方里明明写着要用新鲜猪肉和土鸡吊汤，你们为什么用豆和香精？哎，撒手！阿飞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用新鲜猪肉，用我赚什么？赚那点辛苦钱吗？你少在这儿给我装清高！你为了20万，连教你手艺的师傅都能卖，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叛徒！现在钱也拿了，你妈的命也保住了，你跑这儿来装什么正义使者？认清现实吧，阿飞，你现在跟我们一样，身上早就不臭了，以后躲着点走，别来一宿卫的地盘。师傅说的对，这世上最难熬的不是火候，而是诱惑。成本压到极致，低价打到极致。既然品质战打不赢，那就打价格战，用绝对的低价耗到他撑不下去为止。王经理，冷库里那批特价碎肉还剩多少？还有将近3吨，3个月前进的货就一直压在冷库最里面。赵总，那批肉已经过期快1个月了，拆开包装全是酸臭味。发酸了就用小苏打洗，去腥就加倍放工业辣椒精和花椒精。这肉臭成这样，就算洗10遍也盖不住，不会吃死人吗？你管那么多，赵总说了，反正19.9的盲盒套餐，他们吃的是调料味儿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全场9.9，吃饱吃好，极速味达，百姓厨房。9.9随便吃还送饮料，他赵比堂拿什么赚钱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应该是在用低价清库存，至于库存里有什么，就不好说了。大兄弟，这肉吃着咋发渣呀？还有股说不出的怪味儿，估计是便宜货吧。9.9还要啥自行车？辣倒是挺辣的，多刨2口饭对付对付得了。小刚，你咋了？救命啊！好痛！这饭有毒，快叫救
护车！全完了。群体食物中毒，赵崇哥到底给他们吃了什么？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把后厨给我封死！所有的食材料理包全部贴上封标，抽样化验，一个人都不准放走。队长，误会，这绝对是误会。我们的食材都是中央厨房统一铺送的，绝对合规，一定是有人投毒，或者是，对，是配方的问题。队长，我们这几道新菜是用重金买来的苏记小炒的配方，肯定是那个叫苏玉的故意在配方里做了手脚，导致食材相克，这才引起了中毒，他才是杀人凶手。苏老板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你敢说那配方不是你的？既然赵老板觉得是配方有毒，那不妨等化验结果出来，看看那些吃进人肚子里的东西，到底是我苏玉写的配料，还是你赵崇明为了贪欲添进去的腐肉？你放屁！我们极速味达绝不可能用腐肉。王经理，你大声告诉执法人员，我们的肉是不是今天刚到的新鲜货？是的，队长，我们的肉绝对是新鲜。他在撒谎！我实名举报，极速味为了压升成本，长期使用过期发臭的劣质碎肉，我有证据。你知不知道做伪证的后果？知道，我做过错事，今天我来认，但在这之前，请你们先听听这个。冷库里那批用来做预制菜的低价碎肉已经过期快1个月了，拆开包装全是一股酸臭味，连下水道的老鼠都不吃。这要是真做成套餐卖出去，混账东西！这点事还要我教你吗？发酸了就用小苏打洗，去腥就加倍放工业辣椒精和花椒精。黑心简直不是人，为了赚钱连人的命都不顾了。大家吃洗过的臭肉，打死这个黑心老板！难怪吃完肚子疼得满地打滚，原来里面全是毒药。队长，派给下了工人把过期标签撕掉换上新日期标签的全过程视频，他们的冷库里现在还堆着成吨的发臭碎肉。把他还有这个王经理立刻铐起来，带回局里连夜审讯，通知相关部门立刻查封极速味达江州所有门店中央厨房。作孽啊，作孽！我妈说了，坏人会有报应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为了钱出卖了你的心血，我不配做个厨子，更不配叫你师傅。苏某这辈子最恨被主求荣之人，你为了尽孝出卖底线，情有可原，但罪不可恕。但今日你能悬崖勒马，不惜拼着坐牢的风险站出来揭发污浊，算你骨子里还有一丝手艺人的血气。师傅，我明天就去自首，我愿意承担偷取商业机密局的罪名。起来吧，这江州的雨要下大了，想赎罪，便晚上来后门找我。吃吧，去寒气。好师傅，好吃。阿飞，你的手沾过20万的脏钱，这双手已经浊了。苏记的案子容不下不干不净的人。从明天起，你不再是苏记的学徒。我知道，师傅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踏进餐饮这一行了。我没脸。糊涂！逃避便是认命。你既然知道什么是错，为什么不敢用自己的双手去把规矩立起来？这天下食客那么多，难道都要去吃那些不合规的预制垃圾？去江州的城中村去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路边摊，用我教你的刀工，用最干净的食材去做良心饭。10年，若这10年间你没有用过一滴化学香精的穷苦人，10年后的今天，你再来这扇门前，叫我一声师傅。师傅，您看着，阿飞这条命，这辈子就用来熬这口良心汤。赵崇明和王经理因生产销售不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正式批捕，预制菜滥用乱象被相关部门全面清查，江州的餐饮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。苏佑，好消
对接极速张达那几百平米的大铺面，因为是查封资产，现在以极低廉的价格对外招租。我们现在的客流量，这个小破店早就坐不下了。我拿这几个月赚的钱，加上我以前的存款入股，咱们把对面盘下来，正式升级成苏记大酒楼，怎么样？好，既然要立规矩，那便在这江州城立一个最大的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但无论这世道如何变迁，科技如何更迭，唯独这人间烟火，这口凭良心做出来的饭，亘古不变。